哎呀，小雪，听我解释，她只是我的妹妹。哥哥，姐姐她好怕。祝你渣男渣女，至死不渝！哼！妈妈，我失恋了。难道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好男人？我的手机！来者自5年春，雨雪不至，饮食不济，盗贼四起。大齐子民受苦难久矣，祈求上苍赐降甘霖，拯救我大齐子民。臣明显灵，天佑大齐！天佑大齐！皇上，苏轼乃冷宫废妃，周身污浊之气，今日扰乱秋雨，恐已招致神明之怒，若不加以惩戒，必会影响大齐王朝的气运。哎，你们这是在拍古装戏吗？嘿嘿，这道具都还挺逼真的啊。那导演呢？机位呢？哎呀，不是拍戏，难道我穿越了？这是什么地狱开局？以臣之见，唯有以苏轼献计，才能平神怒，稳国运。哎，你臭老头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皇上，那个皇上，我他们说的都不是真的，我可不是什么冷宫的废妃，我也不是你们这个世界的，我是从21世纪我穿越过来的。风言风语，成何体统？请皇上下旨，将苏轼献计行刑。哎，不行，我等，那个我说的都是真的，你们得信我，不能滥杀无辜呀！救命啊！且慢，皇上，我大齐有救了。此女脖子上的胎记，与这神符一般无二啊！古代也玩这么花，我还是该……过来。来，扶着。这个是净水器。净水器，这个名字甚好。大齐连年干旱，百姓们不得不将污水循环使用。朕本想打造一个过滤装置，只可惜连连失败。我有办法。木炭、沙子，岂不会越搅越浑？我也不错。皇后娘娘驾到！坏了，这是来兴师问罪了。还好我看过《甄嬛传》，敢跟我斗，哼，你还嫩了。
皇后娘娘。皇后娘娘，苏宁雪，我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背着您勾引皇上！我看你，我是不想活了！哎呀，我有罪啊！求皇后娘娘饶了我吧！不过一介嫔妃，竟敢骑到皇后娘娘头上来，在这后宫到底是谁做主？谁不该夹着尾巴做人？对，你说的都对。你看把皇后娘娘气的头级都犯了。皇后娘娘，哎呦，这个力度够不够？舒服。皇后娘娘，这个力度够不够啊？皇后娘娘，有没有感觉您的皮肤水润饱满，吹弹可破呀？这个呀是玻尿酸的。哎呀，你们这儿这个饭也太清淡了吧，不是蒸就是炒的，没创意。进食不过是为了饱腹，要何创意 No， 吃饭可不能将就，一定要讲究。李公公，真香啊！这是何物？它叫湖底捞，湖底捞，真好吃啊！来我家。好吃。皇上，看看这是什么？这是荔枝啊！谢谢皇上。你可知这是南方历经月余进贡而来的？我当然知道啦。你知道吗？在我们家品种可多了，像什么妃子笑啊、三月红、水晶球，而且比这个大多了。那你可知这荔枝一年仅进贡一次，一次只有1盒。这么少啊！皇上你真是太可怜了。你想吃啊？想吃你就说嘛。这个荔枝其实吃多了吧，容易上火。我怕对你不好。李公公，把我新酿的酒拿过来。这都日上3竿了，皇上怎么还不来啊？这可是自皇上登基以来第一次不上早朝啊！皇上，你要是再说，可一定要脱光了。怎么回事？有事起奏，无事退朝。启禀皇上，江北各州蝗灾肆虐，民不聊生，民间流言四起，说是妖妃作祟。皇上，大批起义军已攻至城下，若不斩了妖妃，恐难平民愤呐！请皇上以江山社稷为重，处死妖。还好我机智，提前把手机拿出来。
你们要干什么？奉丞相之命，将妖妃斩首示众。你们凭什么要杀我？我要见皇上！都怪你这妖妃，害得大齐不下雨。下雨？马上就要下雨了，大暴雨！还在妖言惑众！我没有说谎，你们一定要相信我。下雨了！天哪！我曾经幻想过无数次临死前的遗言，但此时此刻我只想说，但是现在我只想说，我操！天崩地裂的那一瞬间，但坍塌破碎了，睁开双眼，无处安放灵魂，只能降落。苏宁雪，让你受苦了，好好躺着，别着凉。你要上？等朝中局势稳定，朕带你到江南走走，那儿有你最喜欢吃的荔枝。是不是我的命在你心里就那么不值一提？别人说我是天女，你就要跟我圆房；别人说我是妖女，你就要把我斩首示众。朕会补偿的。我不需要补偿，我要回家。苏宁雪，朕对你的忍耐是有限度的，没有朕的允许，看你能走到哪儿去。今日本想借此除掉苏妃，没想到皇上不顾大臣反对，把他救了，还重罚了父亲。今日他敢罚我，明日就敢罢免我，这个狗皇帝由不得了！你大胆！贵妃娘娘息怒，从前您得圣宠，这荔枝自然是想吃就吃，可今时不同往日，吃这个您不配。趋炎附势，捧高踩低，说的就是你们！参见皇上。皇上，苏妃娘娘，见到皇上，你为何不跪呀？我从前也没跪过呀。嘿，给我跪下！哼，这个鬼地方，1分钟也不想待了。我要拿手机。苏妃娘娘，你找奴才什么事儿呀？公公，你记不记得我随身携带的那个包袱到哪了？公公，哎，瞧一瞧，看一看啊，新疆羊肉串，羊肉串啊！哎呦，太香了，好香啊！哎呦，哎，看着没有吃着香啊！哦，羊肉串哦！瞧一瞧，看一看哦！哎呀，好香啊！哎呀，太香啊！皇上，你个狗皇帝，不讲武德！皇后娘娘，我得到消息，边关战事已平息，镇国将军裴宇即将凯旋，他回。这个狗皇帝真不是个东西！哎呦，皇上，你来啦！苏宁雪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我要回家。这不就是你的家吗？我说过了，我不属于这里，这里根本就不是我的世界，只是你们都不信。好，我放你走。真的？那我要去永寿宫拿回属于我的东西。拿着它，你能在皇宫的任何地方自由出入。哦，走了就别再回来。
我左娘娘，我荷包忘拿了，我去拿一下啊。荷包不是在您腰上挂着的吗？哪儿呢？我没看见啊。来人啊！护驾！哎，你说这怎么回事呀？哎，还喊着皇皇上，上怎么醒？怎么回事？不会是脑子有问题？累死我了，姑娘，你没事吧？你还年轻，有啥想不开的呀？我要回去救皇上！皇上，我来了！救了！哎，不是，你看他怎么又下去了呀？哎呦，怎么回事？行了，哎，算是救活了。怎么会这样？皇上，小姐姐，你是要合照吗？不好意思啊，我认错人了。哟，这不是我前女友吗？怎么和我分手后这么饥渴，跑到大街上找男人来了？哥哥，你就不要刺激姐姐了。听说昨天因为被你甩，都跳河啦。哎呀，现在这个环保怎么这么差呀？满大街都是捡垃圾。你说谁是垃圾？你呀，你不仅当垃圾，你还捡垃圾。得了吧，苏宁雪，你不就是吃我的醋吗？你只要跟我道歉，我可以让你当我备胎。你现在住的房子是我租的，车的首付是我付的，你小三穿的裙子也是我送的。你这个破车，零件都不全，还学人家找备胎呢。哥哥，你大恶呀你！你1天时间啊，把我的东西都还给我。裙子脏了，不要了。苏宁雪，你别太过分了，活该你被甩，活该你没人爱。有人爱我的，只是我把它弄丢了。皇上，时辰到了，该盖棺了。盖棺！我这是回来了，难道穿越的关键是溺水？皇上呢？诈尸了！鬼呀！鬼呀！啊，小雪！皇上，还能再见到你，我真的太开心了。小雪，你回来了，你先下来，让朕好好看看你。来，镇国大将军到。小雪，小雪，你没事啊？太好了，我还以为我再也见不到。皇上，皇后已经判党，你悉数擒获，押入大牢。很好，裴将军救驾有功。说吧，想要什么奖励？皇上，臣想交还兵符，留任荆州。小雪，是我，莫要声张。裴将军，这么晚了，你来我寝宫做什么呀？你还在怪我之前丢下你，带兵去打仗？我要是没有守住边境，守住家园，我怎么守得住你呀？
将军棒棒的。小雪，我现在就带你走，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，去过你想过的生活。什么情况？这是要和我私奔？咱们俩之前关系很好吗？我们青梅竹马，私定终身啊！皇上驾到！我又过来了！你快藏起来呀！快！啊，我进去，快点！小雪，我皇上，你怎么来了？朕有话想对你说。虽然你模样一般，不守规矩，脾气也不好，还时不时嫌弃朕，但是朕还是被你吸引了。以前朕以为做了皇上就可以诸事顺意，像向往了很久的山顶，真爬上去一看，却只有凶兽野兽。是你让山顶开满了鲜花。当我倒在你怀里那一刻，我才知道自己是多么的不想失去你。朕知道你与苏宁雪从前两情相悦，但她既已入宫为妃，便是朕的人，爱卿还是断了不该有的念想。她并不是我们之中谁的所有物，她只属于她自己。难道皇上所谓的喜欢，就是利用权力占有吗？好，朕可以和你公平竞争，无关权势，只凭他的心意。多谢皇上。小雪，裴将军，你来的正好，你会武功，你帮我拿一下剑子呗。好。裴将军，你怎么了？受伤了？没事吧？不碍事。哎呀，快，给他拿些金疮药来。好。那就劳烦娘娘了。这不合礼数吧？嘘，别吵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我以前只在电视剧里见过，没想到真这么热闹。小姑娘玩套圈吗？我玩这个。这都足够买下我这个摊了。试试这个。没套中，哎，套那个。小雪，看，好漂亮的烟花！你有没有听说过，只要冲着烟花许愿，愿望一定就能实现？赶紧许个愿。只愿心上人岁岁常欢愉。这是愿，已是命中最美的。让一下，等等我。走，公子。哎，还是你穿着吧，毕竟你的身体重要一些。你们两个小年轻是被冲散到这里的吧？先吃点这个垫垫肚子。谢谢老伯。老伯，您是从何而来？我是从江北流浪到这里，一路要饭过来的。我听说圣上已经开仓放粮，拨发银两，你们为何沦落如此下场？哼，哪有什么救灾粮啊，救灾银？哼，我们没有见到一粒米，一分钱，都是那个狗皇帝在骗我们的，简直就是无道的昏君。就是个昏君。谁来给朕解释解释？赈灾的粮食和银两都去哪儿了？户部回禀皇上，
朕在银两，臣早已下不知受灾州县。您就是给臣100个胆子，臣也不敢私贪啊！求皇上明鉴。那为何还有这么多流民？我要你们有何用？皇上，皇上，大齐连年干旱已经太久了，百姓手里已经没有余粮了。就算各位大人如实的拨款拨粮，也只能解决百姓一时的温饱问题。现在最根本是要解决粮食短缺的问题。苏妃有何办法？造水车。臣只听过马车、牛车，从未听过水车。何谓水车？有什么需求，你尽管提。臣妾需要10万两白银。皇上，如今大齐国库空虚，边境军中缺饷，万不能在如此草率不定之事上浪费银两了。哦，是这么回事，赶紧记下来。这个没听明白啊，还真是有模有样的啊！你看看这，画的不错。看看这个。几位，经过我日夜苦诉，我终于知道你们原来为什么造不成水车了。因为你们那个圆根本就不够圆。这样，我以后教给你们一个窍门，就是2派 r 这个公式。我知道你们可能不知道什么叫做派，总之就是要记住2派 r。每个轴心到圆的边境的距离都是一样的，你们原来是不一样的啊！同样都是这个。来10天了，我终于悟了。搞定！皇上！苏妃造水车有功，朕要重重的赏你，良田万亩，黄金万两。而这些都展示不出朕的心意，朕决定封你为后。不用，你给我钱就行。皇上，封后乃国家大事，如此草率，着实不妥。哎呀，不妥。朕意已决。哀家不同意，因为他根本就不是苏宁雪。母后，何出此言？苏氏一族乃高丽国吏部尚书一脉，坊间均有传闻，苏氏嫡女苏宁雪贤良淑德，温顺谦卑。可你看看眼前这个女人，哪里有半点临门淑女的样子？所以哀家怀疑她是邻邦派来的细作，冒充苏女，毁我大齐。母后稍安勿躁，这其中定有什么误会。自苏妃嫁入宫中以来，日夜陪在朕身边，从未有任何异常。启禀太后，臣自小与苏贵妃一起长大，又怎么会不认识儿时的玩伴呢？她确实是苏宁雪无疑。怎么，你们一个个都包庇这个细作？也罢，今天哀家让你们看看这个细作的真面目。传高丽国使者。拜见陛下。平身。안녕하세요。好，안녕하세요，早上好。太后，他说的确实是我们国家的语言。废话，那么多韩剧我可不是白刷的。대체해서 하시는 거 있어요？这老妖婆怎么不讲武德啊？太后，刚才使者不是已经验过我了吗？话你是说对，但是人你可认错了，他根本就不是什么高丽国的使者，而是你的亲哥哥。来人，把这个细作给哀家押下去，打入大牢。小雪，他们下手未免太重了些。你是来救我的？我给你带了药，你忍着点儿。小雪，你真的是细作吗？你要气死我了你！我没被打死，都要被你气死了。将军，时间到了。小雪，
你放心，我一定想办法救你出去。怎么办啊？疼死了！算了算了，想点开心的，就不疼了。拜拜甜甜圈、珍珠奶茶、方便面、火锅米饭、大盘鸡、大仓拿走别客气。皇上，我来晚了。皇上。皇上，不是我知道，你知道，我好歹也是一国之君，你还竟然把我想得如此迟钝，我早就知道你不是从前那个苏明雪。但不管你是谁，你都是我喜欢、想要守护的人。皇上，太后驾到！皇上，你为了这个细作，当真要与哀家反目吗？儿臣不是那个意思。来人，这个细作给我拿下！退下！你这一脚是想踹在母后身上吗？儿臣不敢。不敢？皇上，在你眼里根本就没有我这个母后。母后，儿臣救她只是因为她怀孕了。什么？苏妃娘娘，你醒了。奴婢是这宫里的长侍嬷嬷，照顾过先帝21位怀孕的妃子，特奉太后娘娘懿旨前来伺候。哦，嬷嬷呀，那你去帮我把窗户打开，我要呼吸一下新鲜空气。怀孕不能吹风。怀孕不能蹦跳。我要吃麻辣烫。怀孕不能。不要和我说怀孕不能吃麻辣烫。能吃。没有辣，只有汤，我受不了了！还是你对我好，你都不知道那个嬷嬷对我有多过分。好吃。慢点吃，又没人和你抢。看你吃的。今天是我们第一次约会看电影，男朋友。在我们那边呢，约会不能只牵手逛街，还要约饭看电影。好，朕都陪你。来，干杯！恋爱快乐。好喝吗？你尝尝。正是未解红尘，夜长烈酒醇，醉里情动不曾当真。确实好喝。大型公共电视剧《甄嬛传》1选1次 ，Action！ 那个就是你说的。无常是何为诚恳？击鼓诉旧年懵懂，信手轻写。你又想到什么？尽兴是尽兴，但是有一点点小遗憾，没能跟你拍张照片。照片？合照？什么惊喜呀，神神秘秘的。这虽然我们没有照片，但是可以用画像代替。
我当然会和你过好每一天，快乐更好。但是，我是希望以你喜欢的方式留下我的回忆。那开始吧。这个姿势怎么样？啊，腰痛，不准笑啊！跪下。小雪，你吓我一跳，神出鬼没的。小雪，这2天你受苦了。我挺开心的呀。我都看见了，太后向你求进，逼你绝食，还把你打得遍体鳞伤。没有这么严重啊。小雪，我见不得你受半点委屈，我现在就带你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裴将军，我再给你解释一次啊，我不是那个苏宁雪，我和她性格差别这么大，就连太后都看出来了，我不信你看不出来。而且，哎呀，我也不知道这怎么回事吧，反正就是我那个苏宁雪，她已经彻底消失了。裴宇，你带我来这儿干什么？我带你离开皇宫。我不是说了吗？我过得很幸福，皇上很爱我，我也很爱他呀。那我呢？我在你心里算什么？你不在呀。那我偏要争上一争。小雪，吃了它。这是什么？我知道了，你该不会是爱而不得，要黑化了吧？你要毒死我！我跟你讲啊，你别过来啊！小雪，相信我。你疯了！求太后放了宋宁雪，让臣做什么都可以。你倒还真是个情种。不过，哀家可以放了他，但是他必须离开皇上。这是西域的假死药，服下后呼吸全无，3日后会自然苏醒。该让皇上如何自尽？臣明白。太后放心，奴才已经按您的吩咐把药换过来。苏贵妃轰了！怎么样了？皇上，苏妃是心血不足，暴毙而亡啊！谁说她死了？给这朕治的，只是病了，病了！皇上，苏妃已经死了。滚！给朕滚！小雪，你不要吓我，我还没有带你去南方吃荔枝呢。小雪，你忘记我们的约定了吗？小雪，小雪，我求求你！皇上，你已经3天没有上朝了。小雪，即使你不在了，你还是我此生最爱之人。之前削给你的后位，我不会食言。李公公，改观吧。苏轼有德，温婉贤淑，典雅端庄，着册封为后，盖棺。奇怪，这时辰都已经到了，为什么还不响？是太后让你们来的吧？太后只是想成全你们这对亡命鸳鸯。果然。是。又来一个送死的！怎么了？先别说这些，带上小雪快走。
齐总，你醒了。这是哪儿？齐总，这是您家，我是您的私人医生。您已经因为车祸昏迷2年多了。齐总，您终于醒了，你先别动啊，我去告诉老夫人。李公公，齐总，人家只是母胎 solo， 跟公公还差得远。啊，这是21世纪。对呀对呀，齐总您别吓我，您这是怎么了？可能是因为昏迷太久，意识还没有完全恢复。哦，现在是21世纪，这里是长青市，您齐景航是咱们整个长青市最具发展前景的集团，齐氏集团的首席 CEO。帮我找一个人。谁呀谁呀？苏雨雪。小雪，你醒了？你还难受吗？甜甜，你怎么在我家？你不知道自己发烧了吗？你还泡那么久的澡，我要是晚到1分钟，你就被淹死了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好，那你看在我是病号的份上，你就原谅我呗。哼，怕了你了。哎，对了，刚才你的手机一直在响，你看一下谁找你？被录取了！啊！我要去华夏集团面试了！被录取了！你好，我叫苏宁雪，我今天是来面试设计师一职的。我毕业于海事。他就是齐景航，这家公司的 CEO， 好帅啊！他不会是来找我的吧？小雪，流氓！妈呀，你敢打齐总？哎，他怕是与这家公司无缘了。齐总，我要说你脸上有蚊子，你信吗？小雪，你认识我吗？我认识，我当然认识你了。你就是华夏集团的总裁嘛，长青市最年轻的企业家，我怎么会不认识您呢？你被录用？怕，打了你，总裁2巴掌他就录用你了？他不会是个受虐狂吧？我觉得没准，而且他看我那个眼神也特别的不对，他这样看着我的，这样。不过没关系，我觉得我上班之后呢，我不会跟这些总裁有太多交集的。是，咱们就小老百姓。你喝。喂，小雪，我们这周末大学同学聚会，一起来呀？好啊。啊，对了，记得带上你男朋友啊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忘了你已经和你男朋友分手了。你不会还单着吧？哼，我是没有男朋友啊，但是我有老公啊。你结婚了？哎呀，我的天哪，我真是个大傻子，我的嘴简直比我脑子快多了。这种面子是能随便要的吗？啊，是，好像是个物业的什么东西啊，油烟机李师傅。哎呀，这晴天白日的，我上哪儿去找老公出来呀？哎呀，大不了就离了呗，反正我今天必须领证。好了，我不和你说了，我看见我未来老公在等我，先挂了。齐总，进去吧。恭喜2位。我和公司总裁结婚了。这现在的婚书是不错。齐总，我真不知道是你，如果我知道是你的话，我肯定是不敢高攀的。没事，我也是因为家里才着急结婚的。那我们约法3章。婚后协议。第一，在一方有需要的时候扮演对方伴侣。内容包括但不限于牵手、拥抱、
第二，为保证扮演真实度，在非必要情况下，不得对第三人坦白真相。就2条没了，签字吧。哎，小雪来了。哎，大家都坐吧，人齐了。哟，大力，嘿嘿，宝贝儿。班长，你原来不是学习挺好的吗？你怎么找了个……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，这个是我男朋友。长青市最有名的律师事务所就是他开的，大家有什么事情都可以找他帮忙哦。他确实挺……小雪，你老公呢？停车呢。得了吧，你是不是害怕我们大家笑话你，没人要啊？这么多年的同学了，刘宇你还记得吧？上学的时候他追你追得可紧了。小雪，好久不见。我说，要不你和刘勇再续前缘？他现在在我老公手底下干活，一个月能挣2-3千呢。谁要和我老婆再续前缘？小雪，你老公好帅呀！小雪，你老公现在在哪儿高就呢？工作上有需要的，找你姐夫。骑士集团。哎，大令，你们最近是不是和骑士集团有合作啊？你老公叫什么名字？到时候我让你姐夫给他说说好话。齐景航。华夏集团，齐景航，齐总，我结婚了，能不能明天就回来？好。苏小姐，江湖救急啊！真是不好意思，这么晚把你叫过来，主要是怕我妈等不及，明天一走她就来看你。没关系的。本来协议里也有这条嘛，我会好好配合的。还有，我妈这个人，她疑心挺重的，我怕她发现，所以可能今天晚上我们需要住在一个房间。放心，我绝对不会对你做什么的。你在紧张？没有啊，我有什么可紧张的？我就是觉得我们家这空调好像有点热，我有点出汗了。是，那一起洗个澡。我突然想起来，我的鱼好像还没喂呢，要不明天再来？我明明带了睡衣了呀，怎么会没有呢？在找什么？没事。不是啊，齐总那个，齐总，这些东西不是防色狼的，是我不是不信任你啊。齐总，你们家有没有女士睡衣啊？没有。没有就算了，我穿浴袍就行。你先穿我的衬衫吧。你不睡吗？我看会儿书。齐总，你先睡吧。不行，我不能睡，万一我睡着了，他对我做点什么怎么办？保持清醒。你妈妈看起来挺慈祥的呀，应该不会是那种恶婆婆吧？哎呀，你怎么看起来比我还紧张呀？齐总，放松，你又不是第一次见你妈妈。你说她会不会像电视剧里那样，摔给我500万，让我离开你？那我就给你双倍，留下。我开玩笑的。景航，妈，来人，把这个细作给我拿下，把这个细作给哀家压下去，入大牢。妈，你的账我一会儿再给你算。这卡里有500万，我不会离开你儿子。你说什么呢？这500万拿去买点漂亮的衣服和首饰，算我送给你的见面礼了。臭小子，什么时候找这么漂亮的媳妇儿，也不跟我说一声。这回呀，我大孙子的基因不用愁了。哎，你们打算什么时候要孩子啊？
不管男孩女孩，妈都喜欢。妈，我们两个还想再享受二人世界。那行吧，你们说了算。还想多过几年二人世界呢？那我岂不是被那刘老太太更看不起了？狗是孙子，狗是孙子，狗是孙子，老夫人，您这汤汁还能喝吗？怎么不行啊？人家都是汤里面搁点药，您这是药里放了点汤啊！要不然你给我生个孙子出来！哼，景航、小雪。快！妈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给你炖的鸡汤，你尝尝，味道怎么样？啊，妈，您先放那吧，我一会儿。这可是我花了好几个小时炖的，凉了就不好喝了。快，趁热喝吧。妈，我喝。妈，真好喝。那你们休息吧。齐总，祝你好运。齐总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今天怎么那么热啊？屋里没开空调吗？你脸好红啊！非礼勿视，非礼勿视啊！合肥鱼皮，谁更识趣？手感不错。齐总，你流鼻血了！哇！齐总，你不用这么破费吧？这还不是怕被我妈怀疑吗？我还是第一次试婚纱呢。哎，这么一想，我好多第一次都是和齐总你一起做的。以后我们还有很多第一次。有人吗？怎么了？我的拉链够不到啊。好了。哎，两位靠近一点点啊，看着我，看着我这边。哎，好，新娘慢慢向南方靠近，靠近一点点，开心一点，靠近一点点，开心一点。小雪，我爱你，嫁给我吧。您二位真是般配啊！你什么时候加的这段戏啊？我差点没接住。不是戏。哎，你干嘛？我发朋友圈。齐总，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能不能先别公开咱俩的关系啊？尤其是在公司里。为什么？我就这么拿不出手？那还不是因为你太有魅力了，简直就是万千少女的梦中情人。最主要的是，我不想被咱们公司那些单身女性唾沫淹死。还有，要是你被抢走了，我哭都没地方去。好，一切都听你的。哎呦，齐总好，齐总好，齐总好。哎呦，齐总，您的东西掉了。那是结婚证吗？齐总结婚了。还有无名指上的戒指，哪个女人这么幸运啊？我酸了。大家辛苦了，继续工作吧。
我们设计部接下来的工作计划，不是说好了不在公司公开的吗？齐总是不是在看我呢？好像是。这就是我们设计部全部的汇报内容。公司请来了一位国际顶尖设计师做外援，希望能拿下这个项目。让我们热烈欢迎裴老师。怎么样，还适应吗？确实还有些不适应。没事，毕竟之前在意大利工作，时差还没有缓过来。你以为我问的是这个？不然呢？你也不记得我了？我的记忆力还可以，我们之前应该没有见过面吧？奇怪，怎么会这样？齐总，认错人了。啊，抱歉，你和我一个朋友长得很像。预祝我们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，这次我一定不会输。甜甜，你知道我看到谁了吗？裴宇，国际上最有影响力、最有才华、最年轻的顶级设计师，是我的职业偶像，你知道吗？他本人比照片还帅。我刚刚在微博上看到，他喜欢喝美式咖啡。这样，一会儿呢，我就先泡杯咖啡，然后再要签名。把公司的美式都扔了，马上！那我先走了。好。嗨，小雪，这么巧啊！上班吗？嗯，我开车送你吧。好。裴老师最近后面有几个人介绍，齐总说的是德惠，明知故问。怎么？裴老师是属于中央空调的吗？齐总说的是小雪吧？小雪确实很优秀，也很耀眼。这耀眼的总是让人忍不住想要靠近。这么不省心，并不是所有的光你都能直视的。裴老师，我听说你喜欢喝美式咖啡，我们公司没有了，我就特意去买了一杯，不知道合不合你的胃口。谢谢你啊。真的特别好喝。哦，对了，我刚有个设计方案想跟你聊一下，去我办公室。那我们先去工作。齐总，告诉法务部和裴宇解约。你为什么要和裴宇解约？我不想他靠着你。我们那是在工作。你敢说你不喜欢他，苏小姐？我提醒提醒你，已经结婚了。好，齐景晴，在你心里我就是这种人是吗？我们虽然结婚了，那也是协议结婚。齐总，你可别管得太宽。哼，你，不能再喝了，你都喝了多少了？今天你再给我来呗。我再来呗。不能再喝了啊！哎，你说说他啊，他说我喜欢裴宇，那不就是在内涵我出轨吗？真是的。对，都怪他，都是他的错。那可是协议结婚。什么叫协议啊？协议，懂不懂啊？他管不了我，他凭什么这样？人太多了，你别闹了，小祖宗。甜甜，你说我今天这样骂他，他不会把我辞了吧？哎，我老板电话，我先接一下，你稍等我一下啊。喂，老板。哟，小妹妹，一个人喝酒啊？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儿啊？你谁呀你？啊，跟我走。你别动我，不会亏待你的。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真天大老爷，好的，强抢民女，揍他，揍他！看来是没事，坐好，等我。就你小子想要英雄救美是吧？好帅啊！
齐景星，你个狗男人，我要咬死你！出气了？出气了。太热了，我要洗澡。我要洗澡。好，我们去洗澡。洗澡喽！哎呀，我要洗澡，我要洗澡。乖，坐好，不要动。我们先卸妆，马上就卸完。我要洗澡。我们马上就弄完了。不行，最后一下，最后一下，去吧。我们昨晚什么都没发生。那我的衣服呢？你昨晚吐了一身。那不好意思啊。我去做饭。他怎么知道我的尺码？来，吃吧。你也喜欢吃荔枝啊？给你的。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荔枝啊？我还知道你喜欢吃火锅、小龙虾、麻辣烫，还喜欢唱歌、看电影、喝酒、划拳。我想起来了，这些我在网站上都分享过。齐总，看来你跟我结婚之后没少偷偷在网上做功课嘛。对不起啊，我不该冲你发火。你是公司领导，你有权利做任何的决定吗？小雪，是我没有顾及你的感受，我不会喝陪酒。真的？那你放心啊，我对他绝对没有非分之想，我只是把他当偶像而已。好。喂，裴老师，跟你一起去展会。好，那我马上出门。你看看我妆花了没有？还有我这身怎么样？喂，帮我查一下还有的那个设计展在哪儿。好。齐总，你这能忍？忍不了。裴老师，谢谢你邀请我参加这次的展会。我们公司正好有一个产品让我出设计稿，这次展会的好多产品给了我很多灵感。小雪，你不用跟我客气，能帮到你我已经很开心了。哦，对了，你今天晚上有没有时间啊？可不可以作为我的舞伴陪我去参加晚会？他今晚没空。齐总，你怎么来了？齐总，我邀请的是小雪，有没有时间应该是他说的算。小雪是我的员工，公司需要她今天加班，这个我说了算。裴老师，不好意思啊，下次一定。小雪，你是我的，谁都不可以把你从身边抢走。下面请苏宁雪设计师为我们展示她的设计作品。啊，我的设计稿呢？我的设计稿呢？小雪，要不你先好好找一找，我让其他同事先来。好。苏宁雪这边出了点状况，丁满，你先来吧。啊，他的设计稿怎么和我的一样？这是我的设计。苏宁雪，你自己的丢了就想偷别人的，说是你的，你有证据吗？大家请看，这是我的创作理念，一笔一笔都是我画出来的。
婷曼，是你偷了我的设计稿！你可不要血口喷人，大家都在这儿，可是要为我作证。既然如此，你们各自阐述一下设计理念吧。我想没有比设计师本人更了解作品的了。结合威尔蒂的品牌形象，我还设计了。丁曼，到你了。不用了，他也说不出来这是昨晚的监控。哎，你笑什么？我怎么感觉我们像在偷情一样？看来齐总以前没少干这事儿啊。我不介意多给你做一次。齐开，好了，不逗你了。为了庆祝苏小姐拿下项目，我请你吃饭，走。不是说好了要吃大餐吗？怎么来到这儿了？那多浪费钱啊！你要请我吃饭，就得听我的。好，小姐要什么口味？我要加麻加辣，不要香菜，多放葱。你怎么知道我的口味？以前一起吃过。是吗？我都忘了。姐，很香。我来剪。哎，我跟你说呀，特别好。哎，小雪，好巧啊！好巧啊！你自己啊？你自己吗？我今天早上吧太饿了，我一天没吃饭，确实都是我点的。来，一起吃，一起吃。真佩服你啊，拿下了意大利的项目，奖金够好几个月工资了吧？是啊，不过说实话，今天齐总帮你调监控的时候真帅，可惜英年早婚，不知道哪个天杀的抢了我的齐总。唉，你还是太年轻了，男人光帅有什么用啊？你们想知道为什么他一直都没有女朋友，就突然之间结婚了吗？为什么？有传言说齐总那个不行。小雪，你快看热搜！谁这么无聊？我就说嘛，那么普通的设计，如果是睡来的，就说得通了。现在这小姑娘啊，仗着自己长得不错，就到处勾引男人，祖宗18代的脸呢，都给丢完了。哎，齐总发微博啦！齐总给你出头了，好浪漫！小雪，我昨天不是故意说你的，我压根没往心里去。小雪，没想到你就是总裁夫人，某些人干汗流浃背了吧？我嘴有点干。小雪，我们去给你倒水。他们居然结婚了！你该回国了。沈小姐，恭喜您在国外斩获了最佳新人演员奖。沈小姐，听说你和齐氏集团齐总是非常好的朋友是吗？我和景航哥哥可是穿一条裤子长大的。他说了，长大后非我不娶呢。那您对他已经结婚的这个消息有何感想呢？结婚了也可以。景航哥哥，你是谁？都说女大18变，我竟美的让景航哥哥都认不出来了吗？她是你沈叔叔的女儿，小的时候你们还一起上过幼儿园呢。这就是小雪姐姐吧？小雪姐姐身上的衣服好像是上一个季度的呢。下次我送你最新款。不用，我这个就是在地摊上买的，80一套，还送双袜子呢。景航哥哥怎么会喜欢这种？你来干什么？这不是刚回国吗？想着没有地方住，想在这边借宿一段时间，顺便陪陪伯母。不行。好啦，景航，咱们家这么多房子，不就是多添一双筷子的事儿吗？景航哥哥，我刚刚看到了一个特别好看的电影，我邀请你去看一下吧。哎呦，我们这屋开空调了，你披上点吧，别冻着你。
呀，姐姐这是把小学生的睡衣焊身上了啊！平平无奇。是啊，因为我都长脑子上了，不像有些人无脑。哎，老公，我们刚刚不是说我们得睡觉了吗？不会打扰你和沈小姐聊电影吧？那倒不会，不过得需要老婆的亲才能够。你不讲武德你！哎，你干什么？去你地铺上睡去。那万一他再回来怎么办？行吧，站准了。好吧。哎呀，来，伯母。谢谢。小雪、景航，快坐。伯母啊，自从我说我要来看你啊，我爸天天叮嘱我要好好陪陪你呢。你爸身体怎么样？想当年啊，一起开公司的时候，你和景航还没出生呢。一转眼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现在都已经成大明星了。景航现在也结婚了，我现在啊就差抱孙子了。伯母啊，但是景航哥哥和小雪姐姐昨天晚上好像是分床睡。要不我做你的儿媳妇吧？哼，沈怡，我收留你是看在和你爸年轻的时候一起奋斗的情分。如果你想试图插足景航和小雪的感情，别怪伯母送客。伯母开玩笑呢。小雪姐姐，对不起啊。伯母，我还有工作，我吃饱了，先走了哈。妈妈，你可真的是全天下最好的婆婆了。现在签了我们公司代理人，你会少赚5千的东西。不要伤及无辜嘛。我没生气啊。小雪，你有没有考虑过，你和齐总真的合适吗？你什么意思？我也是男人，像沈灵儿这样的女人，没有几个男人能把持得住。难道这就是你所谓的一生一世一双人吗？景航哥哥，我的好妹妹，好妹妹啊，出去吧。我既然选择了他，我就不会后悔。灵儿妹妹，你怎么摔倒了？你要是着凉了，可没有老公关心你。哎，你说他会不会一起过呀？也不知道怎么办。聊啥子？哎呀，这不是要开年会了吗？刚好遇上齐总生日，我听人事说好像是要一起办。齐景行过生日啊？你不会连你老公的生日你都不知道吧？哪天啊？后天。2.3万，他怎么不去抢啊？哎呦，不行！戒指代表着爱情，至死不渝。有了，齐总生日快乐！谢谢。景航哥哥，生日快乐！这杯酒就当是为我送行吧。好。这酒里，景航哥哥，你醉了。他应该会喜欢吧？
你个大头鬼！戚景行，你个渣男！小雪，别哭了，他不值得。谢谢你，裴老师。其实你跟我不用这么客气，我一直很欣赏你。如果我跟你在一起，我绝对不会让你受这样的委屈。裴老师，我一直把你当成我的偶像，我对你有敬佩，有崇拜，有感激，但是唯独没有男女之情。你一定会找到更好的，比我更适合你的人。徐总和史小姐就在这个房间。光是想想都要气爆炸了。不行不行，苏宁雪，你不能自己吓自己，你要相信他。季景行，怎么这么烫啊？来，起来，来，跟我走，还有个大饿狼等着你呢。齐太太，害羞什么？我们是合法夫妻，不用害羞。哎，你不许说！啊，你什么时候捡回来的？这个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这是我收到过的最好的礼物。那你带上这个，可就是我的人了。以后你不许再和别人搂搂抱抱。遵命，老婆大人。我饿了，咱们俩一会儿吃什么？我也饿。景航哥哥，你昨晚好棒啊！准备好了，进来吧，多带几个记者。快点！啊！你们怎么进来了？别拍！沈小姐，请问一下，你身边的男的是谁？你们是在谈恋爱吗？景航哥哥，快醒醒！齐景航，他不是结婚了吗？难道婚变了？我和景航哥哥才是两情相悦。吵什么吵？让不让人睡觉了？这可比总裁劲爆多了！快拍！快拍！下来！太行了！快出去！出去！走！你要帮我？抱歉，我说过，你的机会已经用完了。是你当初要我回来的。你说齐景航一定是我的，可是我没有想到你会这么处理。什么意思？你现在要过河拆桥？不然呢？你觉得你现在还有任何价值吗？美国那边我会撤回你的投资。沈小姐，思辨吧。苏宁雪，都怪你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苏宁雪，我要杀了你！景航，叫救护车，快叫救护车！景航，小雪，别怕，我保护你。我想起来了，我全都想起来了。我跟你说个秘密好不好？你别笑话我。其实我早就爱上你了，只要你肯醒过来，我愿意做任何事情。任何事情吗？你醒了，可以和我约会吧？疼！你没事吧？啊，没事。这么火起吗？一会儿都等不了吗？这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，来，
干杯！好喝吗？好喝啊。这个画面好像似曾相识。怎么样？缠绕指尖停留，美得像一场梦。当你背影转身，小雪，我怎么打你这么多电话，你也不接啊？怎么，表白失败了，连朋友也做不成？裴宇，我想起来了。小雪，是太后骗我了，你要相信我，我不是要害你。这些都不重要了，我们现在都有了新的生活和身份，该各自安好才是。怎么说呢？本来我也没打算纠缠。哦，对了，我有个东西要给你。你叫苏明雪，你是骑士集团的设计师。苏明雪，你最爱的人是谁？裴宇。齐景豪呢？我讨厌他。为什么？是他和太后联手，逼我吃下毒药。找到了吗？还没有。继续。是。齐总，我不是让你继续吗？夫人她来了。小雪，齐总，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的女朋友。齐景豪，我们离婚吧。你出去，我有话要和他说。齐总，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？要出去也是你出去。小雪，你怎么了？小雪，没关系，我先出去，你们两个好好谈谈。你别碰我，恶心！你到底怎么了？那是因为我被你骗了。你敢说你没有和太后联手毒害我？你在说什么？我根本听不懂。你少装了！现在这样有意思吗？我们离婚吧。快！疼！摸耳朵，摸耳朵。对不起。没关系，不疼。你别太过分！我自己拿来做错了，我可以改的。我们什么时候领离婚证？小雪，你在里面吗？在。在里面干什么？我刚刚接了个电话。好，走吧。明天的会议都推了吧？我的户口本带回来。为什么？你到底是怎么了？我到底哪里做错？那个苏宁雪不知道踩了什么狗屎运，让齐总和裴老师这么两个优秀的男人为他神魂颠倒。什么狗屎运啊！不要脸呗，脚踏两条船，这只是明面上的，背地里谁又知道和几个男人鬼混呢？齐总，齐总，我会通知人事，扣除你们这个月的绩效。下次再让我听见讲他的坏话，立刻收拾东西走人。是齐总。是。还有，转告公司其他同事，谨言慎行。医生，我儿子怎么样了？病人情况很不乐观，求生意志很薄弱。你们看看有没有什么能够刺激他？夫人，他怎么样了？小雪，你是景浩最爱的人，阿姨求求你，你快救救我儿子吧！阿姨，你快起来，我一定尽力。你起来。景浩，这些天你一定很难过吧？苏小姐，
齐总在出事之前接了一个电话，就着急忙慌的跑出去了。又是他，金航，我一定会帮你找到他害你的证据的。你怎么突然回来了？你在这里干什么？我突然想起来，我有支口红掉了，我来找找。找到没？没有。那你再给我买一支好不好？好，走吧。小雪，小雪，你在里面吗？你在里面，怎么不回答我？你在干什么？我刚刚在看书，没听见。我先回去休息了。你该不会再找这个？既然你知道了，我也就不用跟你装了。跟你演戏，真的很让我反胃。你是什么时候醒过来的？从医院回来的时候。这重要吗？事实是，无论你催眠我多少次，我都不会真的爱上，除非我死。为什么？是我哪里做的不够好吗？还是我比不上他？你连他的一根手指头你都比不上。好，好，我告诉你，你会后悔的。小雪，你醒了？你这是在干什么？你是把我当成你的宠物吗？你快放我出去！还好，早饭没晚。别装。其实，昨天你跟我说完那些话之后，我就想通了，只要他消失了，我在你心里不就是唯一了吗？你什么意思？你把他怎么了？早饭饭了，心情不好，我得重做。心情不好，我什么都不说。你现在可以说了。你说他这样都不死，那我得帮他一把。小雪，我爱你，嫁给我好吗？这是我收过的最好的生日礼物，谢谢你，小雪。那你戴上这个，可就是我的人了。以后你不许再和别人搂搂抱抱。遵命，老胡大人。你是不是打算把自己饿死了？你可能还不知道吧，你已经怀孕了。宝宝，现在还来的不是时候。你就算不是为了自己，为了孩子，吃点吧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对你和孩子，我把他视如己出。滚！小雪，我亲手设计了几件婚纱，我相信你穿上一定很美。
我死都不会嫁给你。你不怕死啊？那他怕不怕呀？起开！能试试吗？我明天会派人把婚纱送过来。你应该知道怎么做。宝宝，妈妈该怎么办？请新郎给新娘戴婚戒。请新郎亲吻你的新娘，亲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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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静航，你放开我！你没死啊！让你失望了。我说放开他。静航，对不起，之前是我。不用说了，我相信你。我们一起回家。休想！快走，快走！静航，都给我住手！别胡来！裴宇，你自己都快被打死了，你还担心着他呢？想我放了他可以，拿刀捅自己，只要我开心，我就放了他。动手啊！静航，不要！裴宇，你真是可怜，他连一个眼神都不愿意施舍给你，你注定和我一样，此生爱而不得。静航，你不要这样，你会害死自己的。苏宁雪，看这两个男的为你玩命，是不是特别骄傲啊？都是你们害得我像过街老鼠一样，人人喊打，你们都去死吧！你醒了，儿子，你终于醒了，快去叫医生。你怎么样了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现在的女人为了嫁入豪门，真是恬不知耻，都追到医院来了。我是小雪啊。什么小雪、小雨、小冰雹的，想要走捷径的，你找错人了。臭小子，你怎么说话呢？她可是你老婆呀！连我妈都收买了，你手段真高啊！嘘，齐总，您误会了，其实我是你们家的保姆，是夫人让我留在医院照顾您的。苏宁雪，把洗好的水果放到客厅。苏宁雪，把我最爱的盆打理干净。苏宁雪，把客厅的桌子擦干净。咖啡我只喝90度。齐景航，你差不多得了吧？是个亿还真把自己当大爷了？什么？你喝咖啡只喝90度的？怎么了？你尊贵的口腔里面长了个温度计呀？哪个下水道没盖好，让你爬出来了？我跟你讲，老娘不伺候了。苏宁雪，好的。哎呀，天哪，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呀。真是辛苦小雪了，这个臭小子，我孙子要是有个3长2短，饶不了你。他的记忆都还没有恢复，我都快被折腾死了。不行，得想个其他的招，让他重新爱上我。时间刚好，让他重新爱上我。
寂寞的枫叶在你的身边。小雪，我还记得那天，你走进了我的双眼，在你的背景，小雪，谢谢你走进我的生命，从此以后，我不会再放开你的手。祁一先生，往后余生请多指教了。太好了！哇！有没有人要？我要！哇！谢谢小雪，我们的爱情来啦！老公，看来我们又要喝喜酒喽。臭小子！